昨天的节目讲到1989年1月28号时世班禅在西藏圆寂当天他的夫人李杰乘坐温家宝的专机先是飞到了拉萨，紧接着呢又换乘直升飞机赶到了日喀则。他到了日喀则见到了班禅的遗体之后他匆匆忙忙拿走了班禅随身携带的一个锦囊。这个锦囊里头有班禅随身携带的一些金银珠宝，更重要的还有扎斯伦布寺很多保险柜的钥匙拿到这个锦囊之后呢，李杰呢就赶往机场。这时候扎斯伦布寺的那些喇嘛急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班禅喇嘛随身携带的锦囊中间的这些保险柜的钥匙它是属于扎斯伦布寺的，不属于李杰所以电话打到机场要求截下李杰。双方就发生了争执，最后李杰呢就在机场把这些钥匙归还给了扎斯伦布寺。但紧随其后双方围绕着时世班禅的遗产就展开了一场争议。因为在李杰看来，他是时世班禅的合法的妻子，尽管他们结婚之后中共高层又变卦了，就不再宣传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婚姻所以班禅的妻子李杰是没有权利跟班禅一起出席任何公开活动的，包括时世班禅的追悼会。李杰虽然自己争取到参加了，但是名字都不能出现在自偿委员会的名单里但毕竟在法律上他是合法的夫妻既然是合法的夫妻，就有权继承班禅的遗产但问题是，从藏传佛教的角度来看，时世班禅所拥有的财富是九世班禅转世转赠给他的，整个扎斯伦布寺都是这个时世班禅的。那如果要是李杰可以继承的话，那岂不是扎斯伦布寺都应该归李杰吗？包括班禅大师在西藏还有很多行宫，那这行宫也都归李杰来继承，那这不荒唐吗？所以双方就围绕这个遗产呢就展开了争议。其实这种遗产的争议也没办法打官司嘛，所以双方实际上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央。最后中共中央来决定就所有班禅大师的这些遗产遗物都归扎斯伦布寺，但是为了补偿李杰，就给了李杰一大笔钱，让李杰在金钱上也没有吃亏。所以从这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李杰至少在物质上是一个比较计较的人。虽然说他在接受 BBC 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嫁给班禅大师并不是出于仰慕班禅大师的社会地位、权力，以包括世俗上的那些金钱利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实际上他是非常在意这些利益的，也非常在意班禅给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权益的。2004年的时候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报道班禅大师的女儿仁吉在美国留学的情况。在这篇文章里头讲述了一段跟李杰有关的故事。他讲的什么呢？就李杰在班禅去世之后，带着自己的女儿在北京一套原先属于班禅的宫殿式的建筑里生活。但是后来呢，中央要求他腾退，李杰呢他们就拒绝，最后闹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断水断电的程度，以逼迫就是李杰搬离这套房子。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非常狐疑我就说，按照中共的规定一般来说，这个高级领导人去世之后，假如说他的遗孀还在，一般来说这房子是不动的，因为遗孀有权继续居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假如说遗孀也去世了，子女是没有权利在这房子里头继续居住的，你要搬离，然后给你一些补偿但是当时班禅的妻子李杰还很年轻他也在所以为什么要让他搬离呢？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发现这里头确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因为班禅在北京实际上有好几套房子，一个是东总部胡同57号，大家都知道，这早期呢是沈钧儒的住宅，后来呢他到了北京之后，周恩来把他安置到这里来居住同时呢，因为班禅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级别是副国级，所以他在西山也有自己的度假别墅。同时呢，他在这个北戴河也有属于自己的度假别墅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几套房子，你都很难说是宫殿式建筑。我仔细看了一下材料之后，我发现这套房子应该是在西黄寺。黄寺大家都知道在北京非常著名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它在历史上分为东黄寺和西黄寺东黄寺早期是一个汉传佛教的寺庙但是后来在清朝的时候，达赖到北京觐见清朝的皇帝的时候，就住在这个东黄寺这个地方。由于住的时间长了，这个东黄寺就变成了藏传佛教的寺庙。后来呢，在东黄寺旁边又建了一个寺庙，叫西黄寺
建国之后啊，这东皇寺和西皇寺呢就被有关部门给收了啊。这东皇寺后来呢就整个就荡然无存了。1958年的时候啊，据说是老毛写了一个什么书法作品要展览，要找这个木框。那么当时这个东皇寺是军委大院啊，军委的有人就给老毛写信呢，说我们这有木头啊，我们这有个大殿呢，那大殿上有金丝楠木啊，正好啊给毛主席做这个相框啊。于是嘁嚓咔嚓就把东皇寺的大殿给拆了，给老毛做了这个相框啊。所以东皇寺现在等于已经荡然无存了。西皇寺还保留有塔院少数建筑啊。那么1977年啊，这个班禅不是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了，恢复政策吗？恢复政策之后，在1987年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藏传佛教的佛学院，这个佛学院的地址就选在了西皇寺。在这个西皇寺的这个第一届的佛学院里头啊，那阿伽活佛就是第一届佛学院的学员嘛。与此同时，他在西皇寺这个地方也建造了一套自己的行宫，就自己住在西皇寺这个地方。这套房子呢，那是宫殿式建筑。所以当时啊，中央让李杰他们腾退的房子就是西皇寺的房子。那么为什么要让李杰腾退这套房子呢？其实也有理由。为什么呢？因为10世班禅啊圆寂之后啊，11世班禅呢后来就转世了嘛。那11世班禅住在北京，那住在北京他应该住在什么地方呢？显然他应该住在藏传佛教的寺庙里，也就是西皇寺。那如果李杰他们不搬离这套房子的话，那11世班禅是没地方住的。所以让李杰他们搬离这套房子，在我看来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为这套房子并不属于10世班禅自己的府宅，他的府宅就是东总部胡同57号。所以后来双方围绕着这套房子又争来争去啊，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搬回到东总部胡同57号，但是中央出钱呢，给东总部胡同57号的房子重新给它修建一下。因为当时他们住的时候啊，是个4合院，是个平房，后来就在这院子里建起了一套3层的小楼，于是这对母女俩呢就搬到了东总部胡同57号啊。通过这个细节，你也可以知道，李杰在关于自身利益方面，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争的时候还争得比较的那么仔细啊。那么李杰啊，跟他的女儿住在东总部胡同之后，在1990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女儿仁吉7岁的时候，他们去了一趟川藏地区啊。那一次呢，给仁吉啊留下了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因为他那一年已经7岁了。他说他所到之处啊，无数的藏民赶过来啊，都想看他一眼，就是看他一眼就行了。然后在马路旁边呢，就夹道欢迎啊，看他一眼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有的人还嚎啕大哭。我想啊，这些藏民呢，等于把他们对10世班禅的感情啊，投射到了这个班禅的女儿身上。因为当时啊，关于班禅到底是怎么死的，在藏区里头有很多传言，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班禅呢，实际上就是中共把他药死的、毒死的。因为那一天在1月27号晚上，不是给班禅吃了药吗？吃了药之后，第2天早上就心脏病发作了吗？然后呢，2天之后呢，那班禅啊，那遗体啊，据说都变黑了。那从藏传佛教的角度来讲啊，这些都不正常，所以他们认为是毒死的。那么出于对10世班禅的情感，那么班禅的女儿出现在藏区的时候，就受到了广大信众的欢迎。那班禅的女儿啊，仁吉啊，一转眼就小学毕业了啊。小学毕业之后呢，他的妈妈把他的女儿送到了美国留学。据说啊，他说他当时托了个梦，说这个女儿要去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一开始寄住在这个李杰的姐姐，也就是说当时差一点让董其武嫁给班禅的他那个姐姐家里面。因为改革开放了嘛，董家也有很多人到海外去创业了，他这个李杰的姐姐就到了美国，住在了纽约。那么仁吉住到了他五姨他们家之后呢，就在布鲁克林附近的一个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呢是一个低收入子女家庭上的学校啊，里面有很多少数族裔啊、黑人所以学校在那学生在里头打架呀。所以据仁吉自己回忆啊，他在那学校的半年的时间就学会了拿刀每天上学保护自己啊。李杰半年之后啊，到美国看自己的女儿啊，觉得这不行，于是就给女儿在美国重新找监护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好莱坞啊，有一个叫史蒂芬·西格的武打明星啊。这个人呢是个藏传佛教的信徒，他听说10世班禅的女儿在美国读书之后，就派自己的私人飞机到纽约，把这个仁吉从纽约接到了洛杉矶，让他进入到了洛杉矶一所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里。这所私立学校一共只有100多名学生，
全都是那些非富即贵的子女啊，比如说有一些石油大亨的孩子啊，还有一些明星的孩子啊。在这所学校里头，任吉读到了高中毕业。当时美国媒体就注意到任吉在美国读书啊，就发现这孩子长大之后啊，一个是喜欢豪车，奔驰的跑车啊，第二个是喜欢名牌，比方喜欢那普拉达的名牌啊，然后跟那个学校里头有一个在北京抽烟的男孩关系还比较密切，后来这个男孩好像被开除了啊，但他自己呢总算是完成了高中学业啊。在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考上了美国美利坚大学，最后呢又转学到了弗吉尼亚大学读那个政治系啊。2005年的时候，他妈妈在国内给他打电话，说胡锦涛和刘延东啊跟他说，希望他女儿啊从美国能够回到中国，因为毕竟啊班禅的女儿如果在美国，对于中共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为什么说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呢？一个是达兰萨拉啊，就是达赖喇嘛那个流亡政府，那有可能会跟他们去接触。如果班禅的女儿跑到了达兰萨拉，那肯定那就是对于中共来说，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外交失败啊，统战失败，对不对？另外一个方面呢，这女儿如果滞留在美国不回，那其实对中共来说，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啊，胡锦涛和刘延东就跟这个李杰说，让你女儿回来，已经安排好了，可以直接到清华读博士。所以你就知道了，北大清华这些学校，普通的寒门子弟要考，但是对那些贵族的子弟来说，人家是可以直接上的。所以任吉啊，2005年回国之后，直接到清华大学就读起了博士。2011年啊，任吉在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啊，学的是经济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从主任科员开始做起啊，后来又做到了副处长。我查了一下他这些年的履历啊，最近2年一直在东城区做挂职，每个职位挂职1年，是做一个文化旅游局长啊，还做一个什么什么局长啊，每个局长都是挂职1年。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挂职就期满了啊。至于他挂职期满之后未来的走向呢，现在没有披露。我所了解的信息呢，就任吉啊，其实在早些年就已经结婚了。他结婚的对象呢是一个汉族人，现在也有了孩子啊。所以他回国之后就做了一个普通的红二代，在微博上有一个自己的账号啊，这个账号的名字就叫任吉团团。这个团团的名字我们上集讲过了嘛，邓宇超给他起的吧。他这个微博的账号从他开设的第1天开始，他就没有回避自己是班禅大师女儿的身份，所以那个微博上经常发的一些照片啊，这些照片里头啊有介绍他自己的生活的，比如说跟汪小菲啊一起吃饭呐，见刘德华呀，到世界各国去旅行啊等等啊，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子弟。红二代的子弟啊，逢年过节呢，他会到人民大会堂啊参加那个春节的团拜会啊，然后呢，就是参加一些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聚会啊，甚至一些葬礼啊，比如说万里的葬礼的时候，他就赶过去参加啊，一看就是属于北京上流社会中间的一员。但是啊，我看了一下，他从政的履历啊，应该说他从2011年开始从政，到现在2014年了嘛，13年的时间。只当了一个副处长，他今年的年纪呢，其实也已经41岁了。这个从政的仕途啊，应该说不是特别的顺利。以他自己的家世啊，原本我认为啊，他其实不应该只当一个副处长。你想想，他父亲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吧？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稍稍努力一点，或许啊，可能就远远不止现在的职位啊。那么为什么任吉现在的这个仕途啊，就是看起来这么还不是很顺利呢？我觉得有2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啊，其实中共仍然不希望啊，就是班禅的女儿啊，在社会上有太高的曝光度，因为这件事情过去中共啊就认为这个婚姻本身就不应该存在，至少后来啊，虽然他一开始是希望班禅来结婚啊，那么班禅女儿的出现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当年班禅跟李杰结婚的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女儿的存在。第2个方面呢，就是11世班禅出现了。11世班禅出现之后啊，那么李杰也包括班禅家族的作用也就日渐式微了。那么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的作用就是说，你要配合中共的政府啊，来认定11世班禅本身的合法性。大家都知道啊，2000年啊，也包括2002年啊，这个任吉啊2次回到西藏。其实他平时主要是在北京生活，后来又到美国去生活了嘛。所以西藏虽然说他会讲汉语啊，但其实对他来说是蛮陌生的。2000年的时候啊，他是即将
到达了成人礼，也就马上到18岁了，所以他回了一次扎斯伦布寺。那一次他到了扎斯伦布寺的时候啊，受到了也是很多藏民的这个万人空巷般的去欢迎啊，很多人都赶到了扎斯伦布寺啊，就是要见一下仁吉。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人把寄希望于班禅的这种情感寄托在了仁吉身上。仁吉啊，就在不停的跟很多人啊去做一些献哈达啊、摸顶啊的活动啊，包括2002年那一次也是一样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就差一点酿成了一个这个公共事件，因为有很多藏民奔走相告啊，听说十世班禅的女儿回到了这个扎斯伦布寺啊，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啊，所以这时候有关部门就开始紧张了，于是又把他叫到了拉萨。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11世班禅啊，就是中共自己指定的11世班禅呢，回到了西藏。但是他到了西藏之后呢，很多藏民对他欢迎的程度，甚至还不如班禅女儿仁吉。谁先指挥的？这不等。那你想想，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啊，很多藏民的内心其实对11世班禅本身的合法性还是有很多疑虑。他们认为这11世班禅其实是个假的，因为真正的班禅就是达赖认定那个班禅，那已经被中共雪藏起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班禅嘛。那么中共当时啊，把这个仁吉从扎斯伦布寺叫到了拉萨，就在那里见到了11世班禅。那么让他去见11世班禅，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认可11世班禅本身的合法性。这之后啊，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仁吉啊有多次跟这个11世班禅的见面，包括2023年的时候，这个仁吉过生日啊，还是由这个11世班禅给他过的。所以啊，其实现在的仁吉只不过是中共啊在面对藏传佛教过程中间的一个宣传功绩中间的一个棋子而已。虽然说啊，他自己本身呢，由于他自己特殊的身份啊，他可能这辈子衣食无忧啊，甚至将来也能获得一个怎么说差不多的职位吧，因为你副处长将来怎么也当个处长，当了处长之后，将来怎么也得当个副局长吧，我估计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就需他现在的人生而言，就是中共在整个藏传佛教控制体系中间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啊，他在美国2004年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的时候，当时就有人问他，他说：“你想结婚吗？”他说啊，我能结婚吗？我没想过。我结婚的话，我是跟汉族人结婚，还是跟藏族人结婚呢？他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母亲的意见呢？他说我母亲啊，还觉得我就是个孩子。但就我们所知啊，今天的仁吉早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呢，我们职业我们不清楚，但是是一个汉族人，而且他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啊。不管怎么说吧，10世班禅的婚事啊，我们在事隔多年之后啊，重新读解起来还蛮令人唏嘘的。因为贵为班禅啊，他16岁的时候就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就是一个副国级的领导。其实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成年人，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啊。由于他自己特殊的身份，那肯定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呢，他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在自己的个人命运的选择上，他都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主。其实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在中共的眼睛看，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这个工具啊，都是为整个中共的统治而服务的。不管是让他结婚也好，让他不结婚也好，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统治工具而存在。所以啊，我读到他们这个当时这个命运的时候，更多的不是羡慕啊，而是一种感慨啊。这些大时代风云人物的背后啊，有多少无奈啊，有多少自己难以做主的那样一种心酸呢？我们这些普通人呢，虽然没有像这些人那样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直通罗马的这样的一种权利，但是呢，我们也少了诸多的束缚啊。毕竟啊，金丝雀如果生在笼子里啊，我认为其实它也不能称之为幸福。我们这些普通人虽然没有那样的条件，但是我们拥有自由的翅膀啊。
至少在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多么的重要啊，又是多么的可贵呀！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继承和发扬历世班禅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一个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有渊博知识和佛教造诣，又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一代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